朋友们，随着《黑神话：悟空》上线的日子越来越近，游戏的讨论度也越来越高了。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好奇，游戏科学这个大家可能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小团队是怎么制作出来《黑神话：悟空》这么备受瞩目的作品的呢？下面咱们就来给大家好好唠一唠。说到《黑神话：悟空》，咱们呢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一个叫冯骥，一个呢叫杨奇。最早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在腾讯工作的同事，负责的斗战神项目，这算是腾讯当年备受关注的一款游戏。从09年立项到概念视频发出，再加上当时大火的《悟空传》作为这款游戏的世界观和剧情架构，可以说是还没出来，游戏的期待就已经拉满了。在14年这款游戏正式上线之后，在腾讯游戏中的口碑更是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在线人数呢也突破了60万大关。但是突破了这个高度之后，玩家就开始疯狂流失，口碑呢也一落千丈。老子的时间，老子的金钱，老子的青春，老子的战友，别的老子都可以原谅，你他妈是制作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主要呢还是因为腾讯的高层对这款游戏的收入不太满意，毕竟当时的游戏产业那可是暴利呀，简直堪称房地产啊。但是《斗战神》这款游戏真的就是当时的腾讯溺死，你不但制作花钱，而且还不逼氪，这怎么能行呢？那我费劲巴拉的制作你这款游戏，我还不如去投资房地产呢。这不是我说的话啊，腾讯高管的原话。大圣落泪去。所以从这个第4章之后，游戏风格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一夜之间就从这个良心游戏变成了逼氪狂魔，商城道具砰砰砰的给你上，气走了大批的游戏玩家。大家都在说白骨之后再无西游，冯骥跟杨奇也是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了腾讯。包括黑神话悟空发的第一个 PV 里头，最后也是出现了白骨之后重走西游，可见斗战神一直是他们心中的意难平啊。离开之后呢，这两个人也是组建了自己的团队，为了生存也只能有啥做啥了，毕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卡牌游戏火的时候，他们呢做了百将行；自走棋火的时候他们做了战争艺术赤潮。由于这个出色的美术和画面表现呢，游戏呢也是挣了不少，尤其是战争艺术赤潮，常年位于各个地区的畅销榜，甚至库克都很喜欢这款游戏。但我们知道，任何一款游戏都不能保持长盛不衰。在他们讨论开发下一款游戏的时候，俩人一想，年纪也不小了，再干几年估计也干不动了，要不要追求一下自己的梦想？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游戏科学直接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深圳干手游继续挣钱，另外一部分呢搬到了杭州做单机，毕竟这个杭州的生活成本还是稍微低一点的。刚开始摆在游戏科学他们面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用什么引擎？他们之前都是用的啥 Cocos、Unity， 但是如果说你做单机，那肯定还是用虚幻好一点，毕竟表现力更强。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之间没有人会用虚幻，那没办法，就只能现学现做了。在2年之后磨出来了一个 PV， 其实就是一个招人视频。包括在这个 PV 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游戏科学技术不成熟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基本上都没怎么看到脸，为啥呢？因为动作捕捉脸屏表情它做不出来呀。包括人物的动作也有些不太自然，这些背后都是需要大量的技术、动作库和算法支持，这些都是人家老牌厂商的护城河。那你作为一个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新人，肯定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出来的。所以游科在发布这个视频的时候也是有点忐忑的，但明显这个视频的反响有点超乎于他们的意料了。到现在我都记得，这个视频刚发布出来1天之内就超过了上千万的播放量，一时之间黑神话悟空直接到了一个想象不到的高度。什么游戏媒体、游戏大 V 都在说这个事情，有说好的，当然呢也有说不好的，反正不管怎么说都是流量。但这个时候冯骥反而有点焦虑了，好家伙太火了，外边全都是说的，万一达不到大家的预期怎么办呀？越想越烦，干脆直接断网了，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直到游戏科学接受了腾讯的投资之后，这在网上简直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果然，游戏科学要被资本收买了。被腾讯投资了之后，那肯定游戏就大变样了。反正一片唱衰之声。毕竟腾讯的口碑在那放着呢，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人家接受投资肯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包括后面黑神话的主创呢也亲自下场解释了，说腾讯这次的参与呢写了3不原则：不参与决策，不占据主导，不寻求发行运营。那腾讯到底图啥呢？主创说腾讯好像啥也不求，就是求一个增长点。因为当时腾讯不管是在端游还是在手游上面都趋近于饱和了。而且呢，黑神话悟空接受腾讯的投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因为引擎。毕竟虚幻引擎都是在蛾子的大手当中了。虽然说没有腾讯，他们也可以接触得到，但是有了腾讯这条线，肯定就更方便了。所以大家呢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毕竟腾讯才占5%的股份，确实决定不了什么。我觉得现在的
游戏玩家、游戏厂商和资本是属于一个相互制衡的关系。只要游戏公司可以产出优质的内容，玩家买单，那么资本就不会亏。反正呢，黑神话悟空马上也就要上线了，不管游戏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对中国游戏行业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就让咱们一起期待一下吧。